嗨，大家好，我是大爷，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一周槽点。过去一周啊，这是槽点满满，科技圈远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无聊啊，咱们抓紧来看一下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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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是几条关于苹果的消息。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苹果应用商店当中每一条应用会抽成30%，被称作苹果税的这件事情啊，相信大家是不陌生的。在本周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人们认为苹果好像还挺良心的。在本周呢，据外媒报道，苹果官方的发言人表示，隔壁那个谁他家也就是 Meta 大家可能不熟悉啊，就是 Facebook， 咱们要不就还以脸书作为代替吧啊。Facebook 脸书在更名为 Meta 之后呢，将会对元宇宙商店每笔交易征收47.5%的佣金，引发了开发者的不满。苹果的发言人表示，之前呢，这个 Meta 也就是脸书多次指责苹果抽成30%，现在呢，他们自己却抽成比其他平台还要高，明显暴露了其虚伪面孔。之前脸书说苹果是这么说的：为了帮助更多开发者通过我们的 Facebook 平台谋生，我们呢将在2023年之前继续免费，即便我们引入抽成规则，也会低于苹果的30%。但是苹果没想到的是啊 ，Facebook 在改名为 Meta 之后，将会通过新的元宇宙平台抽成47.5%。这个我觉得小扎他也没说错啊，大家不要怪扎克伯格，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已经不要脸书了，所以呢，你 Facebook 不抽成免费，和我元宇宙 Meta 有什么关系呢？那目前呢，苹果推出了一项全新的计划，就是针对一些小的公司，如果你的收入呢小于100万美元。那么它的抽成呢就变成15%，和苹果类似的呢，比如说知名的游戏引擎虚幻引擎。虚幻引擎的策略呢是什么呢？是如果你使用的我们的虚幻引擎开发游戏，但是你的收入呢还没有达到100万美元的话，那么我们免费。那一句话总结呢，就是真正的大企业啊，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它不空穷人。本周呢，关于苹果的还有更多的消息，因为呢，苹果已经提前宣布，在6月份会召开 WWDC 2022开发者大会，相关的爆料呢不断爆出来，表示呢，今年的 iOS 16以及一系列的包括 watchOS 9以及 macOS 等等，将会有重大的更新。有多重大呢？这消息没说，是吧？来问大家一下啊，如果你是苹果的 iOS 用户，你希望 iOS 更新什么功能呢？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说实话，过去这大概3到5年的时间，我自己觉得都是很平滑的升级过来，并没有感觉 iOS 有了什么特别重大的变化。要说最近2年，我个人认为 iOS 升级最大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上个月升级的口罩解锁。如果你也赞同我的说法啊，可以打一波6，好吧？确实啊，口罩解锁呢是苹果憋了2年啊，这个疫情肆虐这2年都没解决的问题啊，没想到在上个月就这么解决了，还是让我非常欣慰的。现在呢，我在解锁的时候终于不用摘下口罩来了啊，而是看一眼它就可以解锁了啊。期待呢这一次 iOS 16在6月份发布的时候也能够带来什么神奇的功能。我接下来说这个问题是10年了还没解决，就是返回。有不少的 iOS 应用啊，你还是得点到左上角去。什么时候给我们来一个像安卓一样好用的返回策略呢？一个好几年的 iPhone 用户留言。过去一周最后一条关于苹果的重磅新闻的呢，就是苹果 CEO 库克强烈反对iPhone 侧载，这些监管机构要求苹果允许 iPhone 侧载，但是库克强烈反对。再解释一下什么叫 iPhone 侧载，非常简单，就是苹果允许第三方软件商店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安装苹果手机的软件，就这么简单。首先呢，如果苹果允许安装第三方的应用商店的话，那和安卓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没有说安卓不好的意思，只是说苹果的生态是独有的。这里可能会有同学说，你跟苹果说一说，试一试，在苹果的生态当中
加入第三方软件会怎么样呢？答案非常简单，会死。你可以看一下啊 ，Mac 平台上面，你可以非常轻松的不使用苹果的官方 App Store 商店，而使用一些网页端啦或者一些第三方的去市场。那结果就是什么呢 ？Mac OS 里边 App Store 里面的那个软件非常的少，各大巨头呢就为了绕过苹果的商店，我少交30%的税嘛，我可以用自己的商店，它就是例子。支付宝我估计是很多人都使用的支付软件。本周呢，支付宝进行了界面上的更新。阿里集团呢一直想把支付宝变成一个综合型的软件，去对抗隔壁绿色友商。总之，每一次支付宝作为一个支付软件想转型的时候，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浪。而这一次，我们终于看到支付宝去掉了允许活动页面啊，它增加了一个开关啊，不是删掉了啊。关掉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变成这个样子。除了上方常规的功能之外，下方可以是空白的选项。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觉得如今支付宝又找回了初心。我希望所有的专业类的软件啊，比如说像是支付这种啊，你干好自己事儿就行了啊！不光是支付宝，还有其他的很多银行类的软件，你打开里边，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转账那个按钮啊，找了半天才找到闸余额那个按钮，都搞得越来越复杂。虽然还不是默认关上，但至少给你出口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难得啊，我们居然夸了夸支付宝，这明天可能就会说男主播收钱发支付宝了。欢迎马云给我们打钱。据微博媒体报道，老坛酸菜方便面又重新上架了。上个月的315啊，可以说引起了整个方便面行业的一个震荡，很多同学都非常喜欢吃。来问大家一下啊，最近1年当中曾经吃过老坛酸菜的同学打个1啊，从来没吃过打一盖。我说最近1年啊，不是2022年，是最近1年，也就是2021年。那么经过短短1个月的下架，如今呢，在一些地方这边写昆明啊又重新上架了。上架之时呢，还带着文件重新上架，这边写着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带来的这个质检报告。既然这个酸菜已经重新上架了，那么你还会购买吗？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会购买同学打个1，不会购买同学打一个2。既然啊这个已经重新上架了，那我们呢就在电商平台搜索一下。你可以看到啊，在某东里边，当你搜索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结果的啊，这个电商平台是没有的。我们再上淘宝看一下，淘宝里边也是没有相关的宝贝。我们再上拼多多，也是没有结果的。带着质检报告又重新上架了，那之前难道就没有质检报告吗？质检报告估计检测的是食品安全，它并不检测里面有没有脚气。哎呀，这说着说着又饿了。哎，正好我们同事给我拿来了个方便面，咱们尝一尝。这侧面还有证，2022年1月24号，315之前，绝对的足食发酵。我又不饿了，我今天吃的挺饱。这个面咱别扔啊，下个月谁完不成业绩，咱们就请他吃方便面，全公司一起看着他吃。科技美学工作室正在招聘，欢迎大家来应聘。投递简历的方式呢，在科技美学全拼@qq.com， 欢迎大家投递简历。招聘方向呢，主要是图文撰写以及视频剪辑，而且我们这儿还包吃。男生也可以来。最近1周啊，不光都是闹心事儿啊，也有点喜事儿啊。咱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新闻。那么多家媒体报道，在过去1周当中呢，显卡价格雪崩啊。咱们来看一下新闻的相关报道。不管是中关村也好啊，还是各大电商也好啊，包括主流的30系显卡也好啊，还是之前的20系显卡也好，都开始价格下跌，而且呢，已经开始用雪崩来形容最近的这个价格了。那么这边相关的报道呢，表示说降了3000块钱了，确实降了3000块钱，但是呢，相比较发售价还贵3000块钱啊。那你说这个雪崩好啊，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是无辜的。那既然现在雪崩来了啊，我们期待它来的更猛一点啊，越猛越好，是吧？有的同学表示说降到原价就买，我呸！涨价的时候你涨了3倍，现在降到原价就能抚平我的心灵创伤吗？我也不用你空中飞人啊，你就1折的时候3080买3080不是梦，3080买2块3080我还可以接受。过去这2年我都特别的想买显卡啊，虽然都卖了1万2万的时候，现在显卡终于降回了原价，哎，我就不想买了，我就不想买了。哎呀，你不买我不买，明天还能降200啊！兄弟们都挺住啊！4月份 Windows 11全球安装率的情况只有1.44%啊，可以说是相当的不乐观。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比方面呢，还不如 Windows XP 啊。说实话，这个 Win 11
这个推这个时间也不算短了，是吧？就差跪在你前面求你了，大哥升级吧，求求你了。经过了快1年的时间啊，目前升级的份额还是仅有1.44%。微软一看，不要灰心啊，同志们，咱现在这不还有1%的人装了 Windows 11吗？那我跟微软同事说一下啊，不要太乐观，这个 Windows 11的1%的装机率啊，大概率呢是目前新上市的这些电脑预装的，是吧？老用户基本上还是老系统的，再来点优惠措施吧。原来不都是一个 Windows 系统啊，卖398是吧？现在呢，你只要你不用给我多啊，你给我298，我就装 Windows 11，怎么样？大家觉得我的这个方案怎么样？鼓掌。好了，以上呢就是本周科技圈所发生的那些值得吐槽的事情，我们就简单聊到这里。科技不无聊，我们一起来吐槽，下周咱们再见。哎呀，还有同学说想装啊，但是它硬件不让装啊，对吧？你不让我装，这不能赖我了。送我台电脑啊，那还可以。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